蓝忘机回到净室，发现魏无羡端坐于岸边，岸上放着那只并蒂莲木匣。魏无羡一脸沉肃，定定望着蓝忘机，掷地有声的道：“蓝湛，脱衣服。”岸上并排开2幅画，木匣边那幅作画人似乎是躺着的，描绘了蓝忘机居高临下捕获猎物一般锋锐凝视的眼神。作画人只把一条光裸紧实的腿架在蓝忘机肩头，另一条腿松松挂在蓝忘机臂弯，因此露出了那一侧胸肌上狰狞的炎阳烈焰烙纹。而魏无羡手边那幅是蓝忘机最喜欢的。蓝忘机上身赤裸，握住作画人的膝弯，眷恋的亲吻，眼神却向上，似注视着作画人，温柔而虔诚。作画人应是半倚靠着坐起，视角穿过了蓝忘机的发顶，描绘出他宽阔的肩、有力的手臂和遒劲的背部，以及背上满布的33道界边伤痕。蓝忘机的视线扫过那2幅画，以及在一沓画纸边缘不耐烦地轻敲着的魏无羡的手指。蓝忘机知道，魏无羡已经看完了他为自己画的所有小象。蓝忘机默默地看了魏无羡一眼，魏无羡的心差一点就软了。他很快稳住心神，霍地一下站起身，喝道：“看什么看，快脱！”魏无羡快步走到蓝忘机面前，凶狠地撕扯他的腰带。“我一辈子想不起来，你就一辈子穿着衣服上我吗？”蓝忘机任他把腰带扔在地上，握住他挣扎的双手，安抚一般拍了2下，然后开始自行宽衣解带。蓝忘机低声道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抬头看了一眼蓝忘机，眼里无限委屈。蓝忘机安静地脱掉全部上衣，赤裸着上身，把魏无羡拥入怀中。不同于他霜雪般的面容，蓝忘机的肌肤很暖，很烫人。魏无羡把脸贴在蓝忘机的心口，听了一会儿心跳声，然后魏无羡转过脸，贴近那枚太阳纹烙印，依恋又轻柔的亲吻。“蓝湛。”魏无羡哑声道：“这枚烙印与我有关。”不是疑问句。关于蓝忘机这一身伤痕，魏无羡的心底有一股天然的直觉。蓝忘机道：“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我们的过去是不是很不好？”其实他在相逢小镇便该发觉了，时隔多年，他又是蓝忘机的道侣，世人多少因看在韩光剧面子上，看在姑苏蓝氏面子上，对他稍有改观。除非他做了什么比射日之争中更加暴虐的事。蓝忘机道：“很不好。”魏无羡又问：“非常不好吗？”蓝忘机低声道：“非常不好。”魏无羡轻轻哦了一声，脸在他胸口缓缓蹭了几下，又道：“让我看看你的背。”蓝忘机静静转过身，数10道纵横交错的界边痕从蓝忘机的背后蔓延到他的肩头、手臂，爬在大片白皙光洁的皮肤上。这些或浅或深，可称狰狞的伤痕，生生破坏了这副原本可堪称完美的男子躯体。魏无羡的确什么也不记得，可是难以言喻的悲伤和心疼瞬间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神。他恍惚记得，他问过江厌离，人为什么会喜欢另一个人？为什么要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梨栓浆？原来套梨栓浆是这样的，那个人疼，自己比他更疼。蓝忘机道：“魏婴，都过去了。”魏无羡嗯了一声，指尖颤抖着抚上了那些斑驳的旧伤痕。魏无羡拦腰抱住蓝忘机，把脸埋进了他的脊线。蓝忘机轻轻唤了声：“魏婴。”良久又唤道：“魏婴。”叫什么叫？我没哭。很乖，很勇敢。你哄小孩呢？魏婴，你记不记得你在玄武洞对我说过，男人一辈子得受几次伤，留几个疤？我说过吗？说过的。你还说，这个东西虽然去不掉了，但是它代表着我曾经保护过一个姑娘，而且这个姑娘今后一定会记住我了，这辈子都绝对忘不掉。蓝忘机转过身，再次把魏无羡捐进怀抱里。魏无羡张牙舞爪地抓挠他坚硬的肩头和胸，还在他胸肌上轻轻啃了一口。你这是在安慰我，还是在借机狂喝陈年老醋？不对，你这是在说我像姑娘。安慰你，有吃醋，不是说你像姑娘。你说过喜欢我吃醋，要我多多喂你吃醋。魏无羡笑了：“我何曾说过这样的话？”你说过的，去年说的。魏婴，
过去的确发生了许多不如意之事，但你归来之后，每一件事都是好的。魏无羡低声道：我回来之后，你是不是一直陪着我？难怪每一件事都是好的。两人静静抱了一会儿，魏无羡的手指一直在蓝忘机光裸的肌理上游移，肌肤相亲，蓝忘机温暖的体温让他从指尖一路暖到心底。魏无羡忽然生出了些许底气。其实我方才等你的时候就想过了，我现在也有金丹，如果我能了解到某段被我忘却的回忆，以那段回忆作为锚，我可以自己沉入自己的表灵石境，借助金丹感召记忆碎片向表灵石境汇集，记忆碎片之间相互连接，相互感应，我想起的事情越多，就会越快恢复全部记忆。你想好了？坦白说，还没有完全想好，还不算完全准备好，但是过往种种终须面对。你上午弄我一次，助我孤单，我能感觉到我对一些事，比如你的伤，开始有了朦朦胧胧的印象。与其等金丹变强之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恢复全部记忆，或是一些事想得起来，而另一些事想不起来，不如我自己主动召回记忆，起码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凡你想知道的，我可以先告知于你。我想先听你背进士家规。我在木匣里还找到了家规卷轴，上面用朱砂笔勾出来了，不许对魏婴用那招。蓝忘机的手移到魏无羡腰侧敏感的软肉上，出其不意地揉了一记灵力。蓝忘机一本正经地问道：哪招？啊！魏无羡的腰一下就软了，他双手用力，不甘心地去推蓝忘机。蓝忘机的双臂如同铁钳，紧紧锁住他，不让他挣扎出去。魏无羡气愤道：蓝湛，你真是太过分了。蓝忘机笑了，青光卓绝，满是芳华，低下头含住魏无羡的唇，堵住他所有尖叫，唇舌旖旎缠绵，强势掠夺他所有气息。魏无羡那颗对往事隐隐有所预感的惴惴不安的心，终于在这个吻里慢慢安定下来。他不知道往事到底有多惨痛，多鲜血淋漓，多不忍回顾，但他知道自己迟早得面对，那都是既成事实了。他想得起或是想不起，都已经发生，无法更改，不可转换。起码现在，在蓝忘机的拥抱和亲吻里，他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模样。许久，蓝忘机放开他，在他耳边道：魏婴，我想先带你去见一个人。魏无羡被蓝忘机牵出静室。蓝湛，我们平时也这样牵着走吗？偶尔为之。也是，两个大男人，有点矫情。说完，魏无羡把蓝忘机握得更紧了。沿路门生照常是目不斜视，面无波澜，见怪不怪。蓝老先生看见了怎么办？尽量别让叔父看见。顿了顿，蓝忘机又道：看见了也无妨。魏无羡心里狂乐，满足地想：还是少让叔父见到呗。蓝湛，你要带我去见谁？蓝忘机不答，只道2日前，我传信于他，邀请他来云深不知处，方知他3日前便已动身，只是身体不便，一路行得缓慢，故而今日才到。身体不便，是位老人家。想知道？想呀。不告诉你。雅室，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在雅室门口踱来踱去。小姑娘扎着长长的麻花辫，身着浅绯色小裙，脸蛋玉雪可爱，眼睛犹如紫黑的水晶葡萄。看到魏无羡，小姑娘眼睛倏地亮了，哒哒哒的小碎步跑了过来。她的父亲追出来，低声谴责道：绵绵，云深不知处，不可急行。林瑞见礼道：韩光俊，魏先生。小绵绵也道：韩光君。魏无羡一边还礼，一边想：小姑娘为何不叫我？绵绵也见过魏先生。小绵绵只得道：魏叔叔。魏无羡颇为郁闷，为什么不是喊哥哥？快来，我娘在等你。你娘？魏无羡疑惑地看了蓝忘机一眼，蓝忘机颔首示意魏无羡自己去看。进到雅室内，魏无羡见到了一位孕妇。罗青阳的肚子高高隆起，圆鼓鼓的，像一轮圆满的明月。罗青阳站起身，笑眯眯的：韩光君，魏公子。魏公子，听说你暂时失忆了，不会连我们也忘了吧？魏无羡转头向蓝忘机求助，却见小绵绵一直指着自己。魏无羡突然反应过来了，
绵绵，你是绵绵。